毛你个曹星玉，你真是胆大包天啊！敢在我都城司公然持剑行凶，给我押下去！我是长兴侯世子，你敢动我？混蛋！押入大牢，等候发落。是啊，给我。于四卫，快叫郎中。于四卫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于四卫，郎中，我家大人如何了？哦，幸亏救治及时，再晚一刻，就算华佗在世，也无力回天了。现在大人体内的毒血清除了8、9分。如此便好，有劳郎中了。啊，但是今夜不能离人，有什么情况你们随时唤我。你随我去药铺取些解毒汤药吧。能否请江姑娘？你放心，我会留下来照顾于四卫的。拿药。你认为我是圣女，却不动手杀我，反而赌上性命救我。你醒了。有劳姑娘照顾了。于四卫，是因为我受的伤。如果我都不能照顾你，心里肯定过意不去的。这点小伤对我来说，家常便饭。姑娘切莫挂心。这可不仅仅是受伤，刚才郎中都说了，如果晚一步，可能我们都要给你上香了。于四卫，咱们非亲非故，为何要以命相救啊？这不是没想到剑上有毒吗？你和池姑娘也是萍水相逢，不也是舍命相救？是啊，谁能想到这剑上有毒呢？我去给你倒点水。姑娘，我来吧。阿妈，我来。江姑娘，甄大人。还是我来吧。啊，好。可怎么办呢？这可怎么办呢？曹新玉只是被关进了大牢，长兴侯一定会想办法帮他洗脱罪名的。曹新玉要是放了出来，我们的倩儿又进了虎狼窝了。二爷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二爷，母亲，母亲。母亲，你快想想办法吧！倩儿可是你捧在手心长大的孙女，你不能看着她就这样去送死吧，母亲！安谋啊，赶紧想个办法，看看朝中是否有可托之人。回母亲，倩儿也是我最骄傲的女儿，我怎能不管？而今日，你走访一圈，但是那些人都避而不见，定是恐于长兴侯的势力不敢出头。不过母亲，日后一定会有转机的。你赶快伺候母亲休息吧，而不打扰。二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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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走，你别走啊！于四卫，于四卫，喝点水吧。啊，你手伤了，我来喂你。左手还是好的。
麻烦甄大人帮我把杯子放到旁边。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现在是没什么感觉了。证据找到了吗？均已查获。每每遇到这样的案子，我都会觉得，这人性之恶，真是难以想象。我甄某经手过这么多案件，却仍旧无法习以为常。那是因为甄大人有悲悯之心，才会做到真正的秉公断案，不会让任何一个好人蒙受不白之冤，也不让任何一个坏人逍遥法外。大人所求是无愧于心。江姑娘，所以百姓才更需要都城司啊，甄大人，尤其是需要你啊。律法虽然不能使人心向善，但是可以在人们心生恶念的时候有所顾忌，得以悬崖勒马。于四位说的有道理。江姑娘，那对有些人来说是不管用的，因为他就不是人，他是畜生。于四位，你就放心吧，这政务跑不了，曹兴玉更跑不了。但是甄大人还得备有后手，这长兴侯肯定不会坐等曹兴玉被审，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在朝中走动，想尽一切办法给你们施压。江姑娘有如此见解，甄某实在是佩服。不过江姑娘，你大可放心，无论是谁向我等施压，我们绝不会屈服。这一点我可以拍着胸脯保证，他有眼不进。你瞧，这伤是快好了，多谢于四位夸奖啊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今日呢，我来守着于四位，你白天受到的惊吓，先早些恢复歇息。刚才龙蛋跟着郎中去取药了，估计快回来了，我还是留下来给于四位煎药吧。哎，不，这煎药都是小事，让龙蛋去煎，我来都可以。还是让江姑娘留下吧。龙蛋，我指派了他旁的任务，都城司的活。要不然，我差2名衙役。这种熬夜的苦差事，怎么能让江姑娘做呢？也不知你何时学会的怜香惜玉。那就劳烦甄大人了。于四位，你好好养伤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哎，江姑娘，我送你。好。甄大人留步吧，还要照顾于四位呢。于四位，于四位，你有没有觉得江姑娘确实不同于寻常的大家闺秀？她在公堂之上据理力争的样子，真是光彩照人啊！这私底下对恩人又是有情有义。于四位，于四位，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？你说，要是我为他挡了这一剑，那我们就该吃席了。啊？吃席？要是能吃席，也挺好啊。这曹家呀，可真是，咱们倩儿命太苦了。
舒儿，这手心手背，她都是肉。倩儿也是我的女儿，我自然会心疼她。莫多怪。主要是我没想到，事情能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本以为忍忍便罢了，但是没想到，那姓曹的小子居然倒打一耙。他现在已经被关进了大牢，但是我们也无法奈他何。这若是侯府保下他，那日后遭殃的还是倩儿。就算侯府能保下他，只要倩儿能远离那个恶人，你我俏儿佩儿，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，便比什么都好。二爷，那是尚未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应要先相信，恶人自有报应。说得好，舒儿，在这个家里面，也只有你才能让我安心了。与妻朝夕相伴，我愧于未能以真心相待。出师之际，只因于此举目无亲，希望有人可依。奈何此刻惊觉，我对你并无情意。多谢曾经照拂庇护，不必寻我。从此各自天涯。
若是重来一次，一切不如意都能改变，是不是我们便不会走散，最后也便不会落得那种结局？姑娘，你的紫苏饮好了。姑娘，姑娘，你可是在担心于思卫？姑娘不是说于思卫并无大碍吗？过几天便好了。这是不是就是叫关心则乱？阿满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心有牵挂，但是你知道，你跟这个人未必能有好的结局，可能是误会，也可能，总之就是未必会有好的结局。你还会选择跟他在一起吗？那要看我是不是他的心上人啊。如果是呢？姑娘，于思卫向你表明心意啦。我就是问你。就当做是我。我的话，当然要在一起啊。人活一世，两情相悦多难得呀。本来这世上就有许多事情要畏手畏脚了，如果连两情相悦都要瞻前顾后，那这一辈子恐怕就没有什么快活的事儿了。玉儿怎么会被抓入了大牢？不是都处理好了吗？半路杀出来一个作证的。怎么会？那个人是？那个人不必担心。都城司不是要查吗？即使我让他死无对证，我看他如何查。那玉儿何时能出来呀？她在大牢里吃不好睡不好，是要吃苦的。好了，妇人之仁。我从陵南给你带回来的金枝玉叶，在何处？哥，五哥，你来辛苦了，吃点东西。多谢五哥，趁热吃。你先吃着，我先进去。辛苦了。崔姑娘，饭菜呢？有劳官爷了。饿坏了吧？先吃饭。我果然料事如神，你便是这都城司的内鬼。
哥，去哪儿啊？我去看鱼丝味恢复的如何了。哎，正好，我也要去看鱼丝味恢复的如何了，咱一起去吧。好啊，走吧。公子，咱们不是刚看完鱼丝？嘘，我怎么能让妹妹跟鱼兄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呢？再说了，你没闻到妹妹手里那汤有多香吗？于大人，啊，鱼兄，这是妹妹亲手为你熬的，你快尝尝味道如何？有了好了，香。喝汤跟喝酒是一个道理，独酌不如共饮啊，要不然江兄你先请。不，你这是给鱼兄调理身体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但是，共饮此汤更有它的意义了。于大人还有碗。哦，有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别客气。哎呀，从未喝过如此鲜美的鱼汤，一丁点的荤腥味儿都没有啊！鱼兄，真不是说我夸自己家妹妹，就这个汤的味道层次丰富，那一看这就是用了心的。而且妹妹心细，因为鱼兄身上有伤，不宜辛辣，这才没放胡椒粉。有胡椒粉吗？来。于大人，有劳了。真没想到江姑娘是如此的用心，于某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就不必了。以更多的美味佳肴回报给江姑娘。快趁热喝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跟着我一块儿受苦。等以后咱们如果有机会能回到临安，我给你做很多好吃的。那你快跟我说说，给我做什么好吃的？我想象一下。我先跟你说一个，先从金水河里面打捞出来非常新鲜的鲫鱼，再用蛋清跟黄酒事先抹到鱼身上，腌制入味儿，再把鱼放到烧热的锅里面煎到两面都是金黄，然后再放入生姜、陈皮等佐料，小火慢炖1个时辰，炖出来的鱼特别新鲜，皮香肉嫩，就连鱼汤都是乳白色的。江姑娘。啊，手脚还是有点不太利索。应该的。多谢。哎呦，姑娘您真识货，这是聂娘用过的匕首。您看看，货真价实，红色无漆。您放心，咱这儿。我果然眼光好。老板，你说这是聂娘用过的匕首？哟，公子，您也看好了？姑娘，
我说这普天之下怎么会有人相信这是聂隐娘用我的匕首？我看上的你偏要跟我抢，存钱跟我过不去。老板，这匕首可是我先要的，多少钱？不要了。50两，便宜点拿走。啊，我说60，我说60。60好，60好。我说100，我还要买别的东西。来，您把这个给我看看。公子，您是真识货呀！这就是传说中唐代朝廷内库12石盘呐。哦，你看上面每一个时辰都对一个生肖，12石盘是吧？哎，对，就这一件，孤品。你帮我数数，这一共有多少？不用数，你不就看个时辰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公子11个。所以，他这个是，哎，这还有啊，老板啊，这个该不会是？这是女娲补天的时候，她用的最后一块那个补天剩下的石头。哎，对，这个石头怎么样？哎，我怎么感觉他是个骗子？你才看出来呀！他就是个骗子！这怎么了？这是？我给聂隐娘的匕首也是假的。世上怎么可能会有聂隐娘用我的匕首？你还挺厉害的嘛，能看出来是假的。这大街上除了你，谁都知道。那为了感谢你帮我鉴宝，这个还你。真的？那你，我帮人做事赚了些钱，就把你的钱先还清了。啊，我的钱兄回来了。走，请你吃饭去。我这点银子都不够你一个人吃的，我的钱兄啊！你这拿着，这个还着。今天的奇人奇事，我们聊一聊那不祥之人七皇子。诸位可还记得20年前的边疆大乱？那夜月黑风高，那乌贼人毫无征兆的大举进攻我大周，我方守军猝不及防，那是死伤惨重啊！然而就在那一夜，第7个皇子诞生了，宫里那是一派喜气呀。然而，当边境大败的消息传到了临安，一切变了。七皇子又怎么了？怎么？这能人把你抓走？就在这风云突变之际，司天监奏上一折，七皇子实乃灾星转世。正是因为他的诞生，才导致边境祸乱。深夜，宫殿内百官长跪不起呀，求皇上为大周社稷出七皇子。不是才刚出生，皇上最终还是心软了，只差人将那襁褓中的七皇子送去南疆边境，若生看其造化，若死全当慰藉伤亡将士，这才堵上那悠悠众口。说来也奇，自那之后，我大周再没有赢过一场胜仗，领土一让再让，全是因为那不祥之人七皇子就在军中。对呀，真是就这个倒霉的七皇子，谁呀？怎么回事啊？谁呀？你干什么？之前的没凭没据的部分胡诌，看我不撕烂你这狗嘴！陛下饶命，我混口饭吃。不是我，龙蛋。头，七哥，头儿楚来了，楚来了，头儿。七哥，头儿，快，楚来了，楚来了。七哥，七哥，头儿，在吗？七哥，在吗？头儿。站住！楚，好久不见啊！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太惊喜了！
怎么来临安来了？我一路行侠仗义，游山玩水，不知不觉就到临安了。也可能冥冥之中感应到你需要我了吧？果然，一见到龙蛋就听说你身受重伤。我看看伤哪儿了？松手！楚楚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不能把自己当成个姑娘啊！当姑娘该如何？当姑娘就要讲究那套男女有别的迂腐道理，就要女大当嫁不中留。我猜到了，你一定是被催着成婚夺过来的。这脚在我身上，我想走便走，这就叫天地任我行。太行了。哎，江姑娘，楚楚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就住在隔壁，所以顺道来看看于思卫。你说七哥，他就在里面，我带你进去。你们是旧识？何止是旧识，我爹也在军中，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的，就连习武的老师傅都是同一个呢。只不过后来七哥成立了赤羽旗，去了新的营地，我们这才分开。也难怪我没见过他，还真是个直肠子。于七一直隐瞒着赤羽旗的身份，他倒爽快，一口气全交代了。江姑娘，你是怎么认识七哥的？因为公事。那我带你进去。好，走。七哥，江姑娘来看你了。哎呦，于思卫，江姑娘，快坐，快坐。我就不起来给你请安了。千万不要起来。我看于思卫的身体状态，这余毒应该还要再清上几日的。但还是得尽快去都城司报道了，要不然甄大人就真以为我是在装病，没事就贪图江姑娘送的佳肴。定是要再好好休养几日的。阿蛮，今日给于大人炖了鸽子汤。江姑娘，她这边无碍的，不需要人照顾。我说七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刚刚不还好好的吗？你还让我去？不要，不要你照顾，我可以。楚楚，你会在临安待多久啊？本来没打算待多久，但这不是遇到了七哥跟龙蛋，就打算多停留一阵子。七哥，你不会嫌我烦吧？不嫌。如此便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常在一块玩了。好。哎，楚楚，你去看看龙丹给我买的药，到没到啊？给我吧。哦，那就麻烦江姑娘了。不会。来，于大人，我自己试试。自己能行吗？可以的。我来吧。有劳江姑娘了。你本来就是因为我受了伤，我来照顾你也是天经地义的，这样也好让我将功补过。对了，于大人明日想吃什么？好吃的，好吃的就行。母亲，进来。听说一会儿侯爷会来。明月，
你有听说长兴侯府的事儿吗？当然听说了，侯府一下子挖出10几具尸体，这么骇人听闻的消息，不消一刻，临安城的大街小巷全都传遍了。记住。母亲，这长兴侯可真是够不要脸的，他儿子这副德行，当初还想向您求娶我呢。明月，本宫跟你说了多少次，要对长兴侯尊重些。当年南吴侵犯，是他和你父亲一同带兵守国，不止对江山社稷有功，对本宫也算是有恩。那母亲，你打算如何救治曹兴玉啊？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母亲以长公主之尊亲自出面，都城司还敢不放人？死的都是一些身份卑微的女子，给他们家人一些重金安抚，不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？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我多聪明啊！你真是太天真了。日后啊，得让你舅舅帮你找一个全世上最好的男儿。本宫呢，还得先考考，通过考验啊，我才能放心。母亲最好了。侯爷求见。侯爷。殿下，此宝物名为金枝玉叶，树枝用赤金打造，花朵用的是羊脂白玉，树叶用的是上等翡翠。这是老臣费尽心力从陵南求得，特献给殿下。深夜前来，是为了你的儿子吧？殿下果然明察秋毫。都城司那个甄衡，还有新上任的司卫于七，胆大妄为，目中无人，根本不把老臣放在眼里。他们随意编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，就把我儿打入大狱，还要判他死罪。殿下，你要为老臣做主啊！这罪名是你编的还是真的？殿下，老臣所言句句属实，老臣不敢编呐。殿下，您也知道，老臣就这么一个儿子呀！你让本宫帮你，却不说实话，那让本宫如何帮你啊？头儿，手怎么样啊？头儿，好了，快看看这个。我们搜长兴侯府时啊，不仅在那暗格里边搜到了鞭子，还搜到了这个东西。我已经问过池姑娘了，曹兴玉管这种药叫做神仙油，那是每一次施暴之前，定是先来上他个一粒。这种打开，这种药，别提有多好了。他怎么吃下去的呀？你快去问问大夫去，他是不是有什么顽疾呀？我已经问过了，他这个药，它这是说呀，吞吞吐吐的壮阳药。重点是里边的原材料是一种叫边藤的植物，
这种植物是只有南巫才有的。那个大夫说，这个植物也是之前大周和南巫还有通商的时候他才有见过，如今早就已经成禁物了。看来这曹星宇不止杀人这一条罪，正愁没有线索呢，他就给我送过来了。于大人，甄大人，中尉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疾风卫是个什么职务？直接听命于陛下。哦，探查民情，监察百官，权力高过我们都城司。今天来的这位啊，就是指挥使韩然。厉害！哎，韩大人，韩大人，侯爷，长公主殿下令我转告您，都城司一事他已知晓，请您放心。长公主殿下说，您是国之良将，殿下帮您就是在帮大周。殿下还说，此事过后，令公子在临安就留不得了。转告长公主殿下，我那逆子定会让他走得远远的，今生都不会再踏足临安。本使今日前来，是跟你们都城司讨要一个人。谁？长兴侯世子曹兴玉。此人乃是我都城司的重犯，此案尚未审结，恕难从命。巧了不是吗？这曹兴玉与我疾风卫追查多年的一桩案子也有关，而且是通敌南巫的要案。韩大人，可有文书啊？寥寥几句，语焉不详，恐难服众啊。于四卫这刚刚走马上任，怕是不知啊。我疾风卫办的案子乃朝廷密案，案情相关，无可奉告。好了，本使事多，劳请将那曹兴玉速提来，交与本使。曹兴玉身负10几条人命官司，罪恶滔天。我都城司尚未结案，你一句无可奉告，便要将人提走，那恕我们无法配合。你疾风卫奉的是皇命，我都城司审的也是重案，凡事都得讲究个先来后到。人既是我们先抓的，案也该由我们先审。池姑娘在这儿很安全，你放心。下午疾风卫的事情我听说了，谢谢啊。嗨，这件事情真是给你添麻烦了。这没什么，就是没想到还有奸细啊。池姑娘就在里面，你进去吧，我就不陪你了。好，那我去看看他。过来。下午这个事儿吧，是阿蛮他韩然的文书拿了吗？您歇着，我来。啊，我别歇着呀。对了，池姑娘，你家里人那边需要先送个信过去吗？不必了，我没有亲人，我从小无父无母，是哥嫂收留了我，但他们却将我卖去了青楼。四姑娘可知，他们根本不顾念亲情，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利益。我刚在郊外安顿下来，我哥嫂得知我的事，连夜便赶来了。我以为他们是愧疚，
心疼。结果我真是个傻子，怎会对他们还有期待？你们说什么？要我嫁给曹星玉那个畜生做妾？妹妹呀，你如今这般情况，还能许什么人家呀？那可是长兴侯府，他们送来的聘礼呀，堆了整整1院子。我当初啊，嫁给你兄长时都没这么风光过。你进了侯府，谁还敢再嚼舌根，说你不清白？哥哥嫂嫂都是为你考虑，为我考虑。父母临终之前，将我托付于你。你把我卖到青楼后，还嫌那火坑不够深。如今是又要加一把柴火。哥哥当初也是被逼无奈啊，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这里，哥也是想你过得好。现在想来，他们把我卖入青楼那日起，我其实就已经没有家人了。石姑娘，你明明已经脱险，还愿意为了救其他人继续犯险，有你这等胆量还有心性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是你教的我，江姑娘，你不求回报救我性命，我定依你所言，见他人有难，也会出手相助。你放心，有于四卫还有甄大人在，这个案子一定会真相大白的。多谢江姑娘。曹星玉，你是打算就这么一直装哑巴呀？你还是睁眼看看吧。这个东西是从你的书房搜到的，是叫神仙油吧？什么神仙油啊？没听说过。没听说过，那就不是你用的了。这难道是你爹用的？你闭嘴！好，我不说，不说。老头这么大岁数还用这个，真是于气！好，不提。我们说点别的啊。这个配方是从南屋来的吧？我是真没想到你侯府有一天也会勾结南屋，通敌叛国呀！于琦，我告诉你，你休想污蔑我们侯府。你说从我书房找到的，我还说你嫁祸我呢。好，你是这个反应，我就放心了，我信你。给他看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大牢里，消息闭塞也很正常。刚才疾风卫来过了，要以勾结南屋的罪名将你逼走。曹星玉杀人埋尸，实乃受南屋人控制。南屋？根据我疾风卫多年的调查，南屋人已派细作潜入临安城，成立了夜莺门，专门接近我朝高官，刺探情报，并伺机策反。长兴侯乃当朝第1大将，在军中权位甚高，并又护卫皇城。他们屡屡试探，毫无进展，这才把目标放在了妻子曹星玉身上，用药物加以控制，迫其杀人。这药物都能控制曹星玉，为何不直接控制他爹呀？这个就是南屋人的反间计，他们要的就是长兴侯与陛下君臣离心。怎呢？我疾风卫要抓的人，难道你们还想强扣下不成？今日这曹星玉是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
不交，敢硬抢啊！你不怕我到陛下那儿告你一状？告啊！赶紧出门去告。你今日要是能带来陛下的手谕，人带走，否则免谈。3日，只有3日。你是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气力才把你给保住。你应该知道，他们要是拿到了这样的证物，你是什么下场？你想怎么样？不是我想怎样，是你想怎样交代。药是从哪儿来的？圣女出，南无兴。师兄，深夜急召，是否出了什么事？长兴侯的案子这2日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听说还查出了南屋的线索。侯府是你负责看着的，怎么回事？师兄，是这样。那曹兴玉是个好色之徒，我本想利用这点，让他为我们夜莺门所用，成为临安的一枚新棋子。没想到此人愚蠢至极，在接连虐杀了10几名女子之后，竟将尸体藏在自家院子里。不过师兄放心，此人是以杀害之罪入狱，与南屋无关。可我安插在疾风卫的耳目说，韩然以通敌南屋之罪，要提走曹兴玉。想必是那长兴侯为了救子，巧立的名目罢了，并无任何实际证据。师兄，桑琪做事你是了解的，绝不会留下半点蛛丝马迹。我夜莺门潜伏在临安10年，才有了如今的暗网和隐匿藏身之所。如今圣女暂无音讯，大周也还未倾覆，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，所以每一步都有分。是。所以神仙游之事，你是有信心在我发现之前就解决干净？师兄息怒。实在是事发突然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取走侯府的神仙油，便被都城司派人搜了去。最近小心行事，免得被波及。是。师兄，不如我将那曹兴玉直接灭了口，以绝后患。不必，曹兴玉已成废子，不必再浪费一步棋。你记住，做的越多，错的越多。是。下去吧。曹兴玉之案，都城司会怎么做？放了，还是杀了？又有好戏看了。那依你之见，此案究竟与夜莺门有无关系？夜莺门在暗，我们在明，他们一定是在等。这场戏我们要如何收场？曹兴玉罪证确凿，放了他，10几名女子的冤魂无法沉冤昭雪，都城司从此再无威信可言。斩了他，长兴侯痛失独子，难免会对朝廷心存怨恨，生出异心。所以无论我们怎么选，
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利而无害。好毒的计策呀！如今我们真是进退两难了。那甄大人要如何抉择呀？圣人有云：“天下从事者，不可以无法矣。”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，此谓为大治。所以，听从本心，遵循法度，是为此难题之正解。江姑娘，冤有头债有主，难道我们就要眼看着那个恶人逍遥法外吗？难道我的女儿就要死得不明不白吗？秋娘子，你先别急，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有些冒险，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试一下。于四卫，我见临安城中的武将少有你这般睿智明理，却又能言善辩之辈，你定是读过不少书吧？敢问师从何人？缘何习武，却未从门呢？我的事情说来话长，眼下还是研究好这个案件要如何审理吧。就算是我们秉公审理，3日结案，他们到时候再来提人，我们也不得不交。曹兴玉到了他们的手里，到时候再来一个翻供，找一个南屋细作来顶罪，这个案子审了也是白审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我们应该如何办呢？找陛下亲审。请陛下亲审。眼下正处闹市，您可千万不要入门，万一被人认出来，如何是好？等一下。哎，停！陛下。家主，去买一份兵役来。此次微服出访本就没带多少随行夫人，只派了都城司暗中巡视。我都嫌多余，别废话了，快去买。是。来一份。哎，好。您拿好。老爷，起轿。陛下，民妇冤枉，求陛下为民妇做主。拖下去！陛下，慢着！这位女子，你继续说。陛下，民妇实在是别无选择。只能冒死来告御状，求陛下为民妇做主，还我死去的女儿一个公道。为什么不报官？都城司不管吗？那凶手位高权重，只手遮天，枉死的不止我女儿一个，还有10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女娘。都城司这才把她抓了起来。案件还未结，便有人来周旋。怕是过不了几日，便会把人给放了。何人如此猖狂？长兴侯府世子曹兴玉。老臣未曾料到我儿之事又起波澜，给您添忧了。殿下，您位高权重，金口玉言，还望您能再帮衬一二。若能渡过此难关，
老臣定以长公主殿下马首是瞻。你莫得寸进尺。本宫先前被你蒙蔽，有意相帮，已是仁至义尽。奈何你儿罪恶滔天，大抵这便是他的命数。侯爷，你该认命的时候，就得认。命，这就是我的命。恕老臣无礼，你现如今才想与老臣撇清干系，恐怕晚了点吧。如若你好心办了坏事，也是殿下您的命啊。你既不知好歹，也罢，呈给侯爷看看。你的好儿子拿着大周的情报，和南巫夜鹰门换取神仙油，以供享乐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我儿再是荒唐，也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，这定是污蔑。无妨，类似这样的戏，疾风卫还有很多。是不是误会？看了便知。殿下，老臣该死，还望殿下恕罪，请殿下明示，老臣该怎么做？这就是一场闹剧，该结束了。我儿虽是逆子，那也是我唯一的儿啊，殿下。若只是10几个小娘子，最多也就世子一条命。可这通敌叛国，侯府上上下下一个都不能留。孰轻孰重，还需多言。这宝物既是你从岭南专程带来的，本宫不能夺人所爱，观赏几日，是时候拿回侯府。金枝玉叶，好一个金枝玉叶！陛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父亲，父亲，陛下，陛下，罪在臣妇。陛下没休得胡言！曹勇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这孩子从小到大，但凡做的不如他父亲满意，就会遭到一顿毒打。臣妇懦弱无能，一时未能阻止。孩子走到今天，我们夫妻俩罪孽深重。放肆！你闭嘴！不许打我母亲！陛下，全因我们教子无方，孩子才步入歧途。望陛下给他留一条性命吧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若朕对世子网开一面，那法度何在？杀人偿命，臣妇来时服了毒，只愿此命超度亡魂。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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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子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
传陛下口谕：长兴侯世子曹兴玉强抢民女，虐待发妻，草菅人命，罪无可恕，秋后问斩。长兴侯曹勇教子无方，念其戎马之功，保留爵位，但一试而终，择日指导施行。哼，你倒自觉。臣知错。他告御状怎么告得这么准啊？是如何在街上这许多轿子中认得出朕的？臣不该利用都城司职务之便，令陛下不得不审长兴侯世子。朕今日这一审，令长兴侯痛失世子，又没了夫人。你知道长兴侯是谁呀？微臣知道。于情，您与长兴侯一同守国，出生入死，于朝堂之上，乃是股肱之臣。今日陛下之举，令长兴侯寒了心，日后怕是再难令他为国效力。可是陛下，微臣也别无他法。您说是10几条人命重要，还是本就该绳之以法的国之重臣的儿子重要呢？微臣见识短浅，所以只能出此下策。你的意思是，朕不明是非，分不清10几条人命重要，还是曹勇的儿子重要？正是因为陛下分得清，所以此时才会如此痛心。